在量产积木跑车中首次出现的三角转子发动机，4档序列式变速箱，转向与方向盘联动，车门开合与车门锁，标配动态板以及前后车灯，全车大模块设计。这就是国产双鹰咔哒最新发布的，使用了3300多片积木零件，获得了车厂和设计师双授权的马自达 RX-7， 非常稀有的 Wheelside 版，也是曾经在《速度与激情3》里出现的韩的座驾。本期深度评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计原理和实际表现。先看一下包装，彩盒仍然是天地盖设计，右上角的马自达 logo， 右下角的设计师签名，左下角则是套装基本信息，也是咔哒的一贯平面排版。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有5个内盒，拼搭手册被放在盒子的底部。3305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51个零件分包，7个大步骤。套装内没有贴纸，包括名牌、仪表盘这些有图案的地方全都是使用了印刷件。套装标配的动力组件则是有6个分包，包括一套咔哒的新版4通道主控，一个1分3极限器，一枚伺服电机，2枚 L 电机，以及2套灯光组件。2本拼搭手册，总厚度 1.8厘米。虽然是双授权的套装，但如果不算设计师介绍的话，一共只有2页的彩图，一共有1190步，不均 2.8个零件，属于非常细致的分布设计。下面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内部结构。一上来就是换挡拨杆，由上方的挡杆、中间的压杆、下方的推杆、中间的4齿齿轮以及一根皮筋组成。4齿齿轮后面会和手动换挡相关的后续结构产生联动，负责实现每次旋转90度的步进式运动效果。而上方压杆的一端设有一枚1单位的圆柱形零件，在皮筋弹力的作用下压住这枚4齿齿轮，实现对档位的锁定。当我们操作拨杆，这里会发生3个联动事件，首先是上方压杆旋转并完成对4齿齿轮的释放。同时发生的还有底部的推杆，通过一枚41669牙齿零件推动4齿齿轮旋转。而当我们收回或松开挡杆，压杆回位，并重新完成对4齿齿轮的锁定。其中41669牙齿零件的光滑斜面可以防止在收回的过程中驱动4齿齿轮反向旋转。而压杆上的圆柱形零件使用光滑销固定，因此可以保证在有一定角度偏差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地进入齿轮凹槽。所以这也是这个装置可以可靠运转的2个关键设计点。我们继续。完成变速箱模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那枚4齿齿轮通过与另一枚4齿齿轮的啮合，驱动咔哒专有的换挡拨叉组件工作，实现对变速箱的换挡。进一步的，通过对变速箱以及完整的行驶相关传动结构的建模分析，4个档位从发动机到车轮的总齿轮比依次是 4.2 比1、2.8比1、2.52比1和 1.68比1。稍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测试。转向相关结构包括转向齿轮旋钮、方向盘、转向拉杆之间的共3路联动。可以看到，动力从齿轮旋钮下来以后，通过一组12比12的齿轮组，然后向右侧传输。在中间这里，通过一组12比20的齿轮组以及一枚万向节完成和方向盘的联动。在中间这里还有一组4比4的齿轮组分流过来，最终到达这枚16齿齿轮，后面会连接转向齿条。转向齿条被设计成上下双面，下方啮合了一枚12齿齿轮连接伺服电机，上面中间的这枚负责提高联动可靠性，边上的这枚则是连接之前的方向盘联动结构。这里就是三角转子发动机了，可以看到联动非常丝滑。发动机缸体被设计成6边形的截面形状，由3角十字轴连接件和一圈链条组成的2个三角转子安装在发动机曲轴上，在三角转子绕传动轴公转的同时，也会在曲轴上自转。其中缸体内部凸出来的1/2销上的凸力对呈公转状态的三角转子的抵持，是三角转子可以稳定自转的关键设计。可以看到，在完成发动机上部盖板的安装以前，由于缺少抵持结构驱动转子自转，所以是不能正常测试的。另外，过程中链条也可能会发生脱落的问题，而且装回去并不太好装，所以建议不要在这个阶段测试。而装好盖板以后再测试就没有问题了。由于电机并没有采用快装快拆的设计，所以在安装电机以前，我们最好确认一下电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整个前悬架也是一个单独的大模块，和主体之间预留好了齿轮接口，
不过这一步的合体操作，有一枚8齿齿轮可能会不太好安装，建议准备一把镊子比较好。完成了前悬架的合体，我们可以在通往后悬架的动力接口位置插入电机，来做一下各档位的发动机联动测试。可以看到4个档位测试下来都非常顺畅且狂躁，同时也能感受到联动速度的渐进式变化。不过测试过程中可能是转速太高，还是遇到了一次链条脱落的情况。不过这个问题应该是偶发性的，在整个大概10来分钟的测试过程中只出现了1次。来到后悬架，这里也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2枚小号硬避震，不过测试下来回弹力度并不算太大。动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左右两侧预留给 L 电机的安装接口，各通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完成汇合，然后通过中间的差速器将动力向左右两侧传输。所以电机所提供的行驶动力并不经过前面的变速箱，而是只通过车头方向的一组16:16的齿轮组和变速箱以及发动机完成联动。完成悬架合体以后，接下来基本就是外观模块的搭建了。整个车子的大模块设计还是比较清晰的，车头、车尾都是独立的模块，最后完成合体。那么这辆马自达 RX-7 Wheelside 版就完成啦，一共用了大概14个小时，最终的成品长55厘米，宽27厘米，重2.7公斤。相对于原型车4.4米的车长，比例也是比较精确的1:8。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具有非常强的流线感或者外观特别张扬的跑车，这辆 RX-7 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方正和整齐的感觉。通过比例模型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辆 RX-7 在整体线条轮廓方面的还原度做得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车身中部和后部的搭建会更加准确。细节方面，前脸两侧的车灯以及下方的进气口都做到了搭建，车灯相比原型车看起来要稍微大一些。引擎盖上的2个气流通道则是使用软轴进行了比较抽象化的还原，而并没有对镂空的气流通道进行实际的搭建。不过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对内部细节的搭建，看起来也是参照了原型车，包括防倾杆也是通过红色的拉杆零件进行了还原。往后来到车门，大面积的黑色面以及尤其是上方略微向下倾斜的斜度，这里是通过软轴进行了勾勒。不过车门后方进风通道的外观部分，从合金模型来看，这部分面积并不算太小，设计师在这里可能是出于避让车门开合的考虑，而并没有选择对这部分进行还原。再看后轮眉，这里是采用了砖块配合软轴的方式进行了搭建，大量使用后孔壁搭建出的车尾看起来非常平整，而两侧的车灯还有轮眉后面的空气流道同样也是做到了搭建。从车顶一直延续到后扰流板的整体弧度和位置和模型的一致性非常高，包括整个后盖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后备箱，和模型也是基本一致的。最后是轮毂，和合金模型一样，这里同样使用了电镀工艺，不过外观和尺寸比例并不相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测试情况。首先是前后悬架，测试下来可以看到前悬架可以回弹，不过行程非常小。后悬架比较正常，不过回弹手感都很轻，属于非常灵敏的悬架设定。然后是两侧的车门锁以及车门开合，车门开合没有问题。不过车门锁在锁上以后，并不需要太大的力也能把车门打开。引擎盖和后备箱盖开合都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动态版车型，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还有4档序列式变速箱，都需要安装主控才能进行体验和测试。主控支持快装快拆，同时是被设置在左侧的副驾驶座这里。可以看到，在4个档位下，车头的3角转子发动机会呈现出不同的渐进式的联动速度变化，而且实际运转起来的顺畅度也远远超过了在最开始拼搭以前的我们对它的预期。不过由于电机动力并不经过变速箱，而是直接到达车轮，所以车轮的转速呢，在4个档位下都是一样的。接下来，为了相对全面的测试它的可靠性，我们这里在1档，也就是转子发动机转速最高的档位下，让整个系统持续工作，同时不断的执行瞬间切换正反转的操作。可
可以看到，经过持续10分钟的测试，以及不断瞬间切换方向的折腾，转子发动机仍然表现可靠。接下来是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不过裸露在中控台外观面上的转向齿轮旋钮，在默认安装伺服电机的情况下是拧不动的。但如果拆掉的话，中控台的外观面上会有一根裸露的十字轴。然后是前后灯光组件，同样也是通过遥控手柄进行操作。这个效果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哦。那最后是实际的下地行驶，测试下来呢，行驶速度在1:8跑车里是属于比较快的，在我们的工作台上基本是跑不开的状态，以及转向也是非常灵活。除了瞬间启动时偶尔会发生打一下齿的问题，其他方面没有发现异常。以上我们就完成了这辆 RX-7的功能测试。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牢固度表现。可以看到，除了车门前方的一组外观面板，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绝大部分面板的多点固定。不管是从前后还是从左右把车子抱起来都没有问题，基本没有零件脱落的担心。整个车体骨架也是比较结实的，包括从车顶把车子拎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是震动测试。那么这样的牢固度，大家感觉可以打几分呢？好啦，最后来总结一下，这辆 RX-7的最主要的设计亮点就是这个3角转子发动机了。在完全不依靠新零件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搭建，同时还能做到非常好的顺畅度和可靠性，确实是不容易的。虽然只有4档的序列式变速箱肯定谈不上出彩，同时也不像法拉利488那样是被设置在电机和车轮的中间，并不能实际的影响车辆的行驶速度。但这种电机不经过变速箱，而是直接连接车轮的方案，确实也带来了相对更高的行驶传动效率，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下地行驶性能为优先，同时兼顾发动机和变速箱联动的设计思路。另外，这辆 RX-7也是一辆具有比较清晰的大模块架构的作品，除了个别步骤，整辆车子的步骤优化做的也是不错的。内部零件则是以黑色为主，外观更整洁，找件稍麻烦。好啦，那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